来吧，新玩具！今天我们来玩叉社新出的这套小比例守护神的第一款成员小街。哦，这个看盒子就这么一点点，放在掌心里边，这个真的已经又一个突破小比例极限尺寸的盒子。车型在吸塑内包装，非常紧凑。纸品方面，这面是一个海报，这面是一个真应该枪毙的说明书。哇，你们想象一下，看。9步就给你完成了，可能吗？这可是叉社的设计师，说明书就画了9步，关键的部分一步没画，这个真的是步骤能省则省。画说明书这个人拉出去枪毙10分钟都不为过。不过有我在，还需要有什么说明书呢？对吧？来看一下实际的车型。非常小巧可爱啊！轮子上边完全没有暴露铆钉，这一点好评，而且轮毂上有上银漆的处理，推车滚动还是非常溜的啊！整体的车身用了那种很泛着黄、很旧的一种颜色啊，这个新开的盒就是这种沾老气儿的味道。门上面有一个警星的刻画，上面的警灯用了透明件来处理，这里还有 QC 的标志。车窗的位置全部都是涂装的，并没有上这种透明的零件。北部的刹车转向灯这地方有做分色的涂装刻画，还不错吧？其实这个颜色做的也算对吧？因为动画片里边大街其实并不是一个纯白色的，它是偏灰一点的一个配色方案。跟动画片里边对比一下效果啊，还原度还行吧，还是可以的，7、8成是有的。并且动画片里边刹车灯和转向灯这一块并没有上涂装啊，叉社最后会在实物上面也给你做了涂装出来，看起来就更细致一些了。底盘看可以说是非常干净了，中间空洞的位置还可以藏大街的这把小枪，我们把它抠下来。然后我们就来进入这一款小街的说明书，看起来非常纠结，但是实物把玩起来很有意思的变形步骤。首先从这一块的缝隙里前后拉出卡扣，这一块并不太好操作，我们需要拉这点的缝隙，把这块车门侧面这里脱开，拨着下方这里的边缘抠一下，然后从车尾左右分开。好了，这一块全部拆散掉。就不要照着说明书那样去翻腿了，你是翻不出来的。如果说按它的顺序变，这里边非常的危险。我们来处理上半身，这一块车侧面的前轮，顺着这里往下压，错开这个缝隙，然后根部这里翻转180度，同时把这个肩膀翻出来，再把二头肌旋转180度，双关节的肘部摊平。小拳头顺着里边抠出来，同样的方式处理完成。我们把车翻个底盘来看，保险杠左右这里对折翻进去，然后根据根部的这个关节向内折叠，贴，把前方的这一块保险杠车灯的位置整个卷到肚子里面去。好，这个时候180度顺这里打开。刚才我们卸开左右这2个扣子，为的是让这个警灯这一块面板好拖出。我们把它旋转180度。其实这个变形这样看起来上半身还是挺有意思的吧。接着翻到肚子里边，把这一块车灯警灯的位置旋转180度，然后把这一块盖子抠开，往下90度折叠，同时跟旁边的这个卡扣结合住，脑袋就可以立起来了。那现在看起来背包的这一块就整个的结合起来，而且不会露着什么空洞。胳膊我们腾开，腰部侧面这里露着一些零件的边缘啊，不着急，下边还有盖子。而你现在再看，问题就出在了这2块板子。如果说你不把前边警灯连带脑袋这一块完全的变过来的话，你翻腿的时候啊，中间的这2块小板子是夹在这个缝隙里边出不来的。所以按照说明书那样变的话，你只能靠塑料的韧性把它别出去，特别的危险，千万不要这么做。就像我刚才这个样子，上半身完全的处理完，这一块锁住以后，这里完全不影响，你再翻折腿部，对吧？这就都开了。在折这个地方的时候注意啊，膝盖是2段关节，上方的这一段是人形的可动，下方这一块带变形的关节一定要折到位。
卡进去，然后从这边看，里边挡着一个小片儿，我们抠着这个边缘90度，就把中间的这个垫片折出来，往前翻，相当于把小腿的面板做了一个加长，然后把这个窟窿堵起来。这一片先不要往回卷，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要把侧面的这个轮子往下拉，拉到底的滑道会有咔嗒的锁定感。这个时候，腿后边的挡肉零件折回来，对准后轮拉下滑槽的这个凹孔，把它叠住。哎，这回再把侧面这块卷回来，卡扣再对准，小腿这一块就包好了。嘿，还把它加长了一截啊，差不多加长了1厘米左右。然后嘛，该堵的地方大概齐的都堵起来啊，倒是还有一点点缝隙。最后，刚才我们折开的这个车门旋转180度，再往回扭，变成它的脚底板。哎，这个腿部就搞定了。刚才我们也是在上半身变形过程中发现这儿还有个窟窿啊，其实这一面还有一个板子，把它贴。嘿嘿。中间这里注意这个插孔的位置啊，就是刚才我们折出来前保险杠，这儿露出来一个小棍子顶住它。好，小枪往上一搞，还是挺好玩的一个变形过程啊。虽然说说明书比较坑爹，但是按照我的方法变，你应该不会出现危险的情况。那整体来说，变完的人形以后，这个人形处理的效果还可以啊。360度旋转看一下，身上头胶空洞的地方并不是太明显，虽然有一些缝隙，但主要的空洞位置都做了盖板隐藏了起来。唯一让我感觉不爽的就是，就差一口气。小臂这里翻完拳头以后，没个盖子堵一下，小臂这儿露着俩窟窿。一些元素还原的还是不错，但是我感觉小街的这个身材比例有一点点失衡了。如果能把躯干的部分缩窄一点点，那么这款大街的美型度就会好很多。可动方面，头部是球形关节来回的旋转没有问题，肩膀360度，注意前方的这个倒车镜位置。肩膀平举没有压力，这里不是球形关节啊，是轴。二头肌可以旋转，但是变形的需要这一块转多了会偏开。胳膊肘双段的关节，屈臂的幅度也在120-130度左右。手腕无法旋转，但是变形的需要可以稍微往里窝一点。腰部360没问题，没有独立的弯腰。前踢90度，后踢120，侧踢100多度。大腿根部左右旋转，膝盖双段关节其实屈腿的幅度还是挺大的，但是我感觉如果运用到下边的这一段关节的话，后边这里有一些挤压变形，所以如果说不是为了特别拍照的姿势的话，尽量不要多折这个膝盖。脚踝左右有接地，但是它是往外接的，里边是一个伪 A 字，正常站立的话，这里边会有一点缝隙。刻画的方面啦，细节的涂装也有分色的点缀。总体来说吧，叉摄的这一款小街其实还是有一些设计想法在里边的，而且变形这个难度我觉得也算适中啊，并没有出现那种特别繁琐的现象，主要也是为了服务于人形在读孔方面的一些板件多做了一些。但让人觉得惋惜的就是，你既然已经做了这么多分件去读孔的话，胳膊肘的这一块小臂上边的这个空洞没有堵起来，着实让人觉得有一些遗憾。但是身上其他方面的素质还是可以的，做工用料材质还不错，韧性也可以。起初在第一次试着变形的时候，我照着说明书去变，强行把那一块板子折了过来，目前也并没有发现什么白痕断裂的现象，韧性还是有的。但是建议新玩家千万不要照着说明书变形，按照我的步骤先变上半身，再变腿部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一马平川，不会有这种磕磕绊绊需要韧性的地方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只要把那个画说明书的枪毙了，这款大街就是一好玩具。那么得嘞，这一款叉摄小比例的守护神大街就是这样了。